Hello， 大家好，今天这个影片和大家聊一下岘港。来过岘港，你都会被这里迷人的海滩和悠闲的氛围所吸引，但是很少有外国人知道这座城市不是自然而然繁荣起来的，而是被一个强大的权力所塑造的城市。这里的故事开始于1997年，当时的岘港被确立为越南的中央直辖市，叫做阮伯钦的传奇市长登上了这里的历史舞台。他怀揣的梦想要把岘港打造成越南的新加坡，然后用非常集权的手段对这座城市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当时的越南是刚刚才走出贫困的阴影，阮伯钦这个当时43岁的草根市长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激进的五无三有政策。五无就是没有饥饿，没有乞丐，没有文盲，没有毒品和恶性犯罪。三有就是人人有房住，有工作，有医疗和优质的教育。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阮伯钦在岘港的作风非常的强硬。他的那一句马上把那个人抓起来，不要说太多废话的反腐名言，如今都被岘港人津津乐道。在他的治理下，任何反对改革的声音都不会有生存的空间。他推行的福利社会让岘港的市民感到非常的幸福，每个人都有机会分配到一间46平方的房子，里面还会帮你安装了电视机和冰箱。接着就是岘港的经济奇迹，借着越南改革开放的东风，在阮伯钦主政的16年里面，岘港一跃成为越南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年均的增长率高达 11.2%， 远超越南全国的平均值。贫困家庭的比例从 8% 骤降至不足 1%， 人均收入也从180美元飙升至950美元。可惜天妒英才，在2015年的时候，这位功勋市长因为癌症骤然离世，年仅61岁。成千上万的民众涌上街头，送别的队伍绵延数公里，悲伤之情难以言表。有传言说他是被政敌毒害的。阮伯钦的时代落幕了，但是他留给岘港的政治遗产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却让这里陷入了另一个危机里面。其实被权力意志塑造早就是岘港的宿命。早在阮伯钦之前，这片土地曾经是占婆王国的一部分，叫做狮子城，直到15世纪末它才被并入现在的越南。但是长期以来，它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沿海小地方。1535年的时候，葡萄牙探险家的船队在附近的惠安登陆，惠安因此就繁荣了数百年。而岘港依然在等待它的时代来临。第一次命运的重大转折发生在1835年，阮朝的明命皇帝一道圣旨，规定欧洲的商船只能停靠在岘港进行贸易。皇权之手轻轻一拨，岘港便迅速取代了惠安，成为越南中部最大的商业港口。这与1997年阮伯钦的崛起何其相似，都是中央集权的意志，深刻改变了区域的经济格局，让一座城兴旺，另外一座城市衰落。到了19世纪中叶，法国殖民者以保护传教士为名，将炮口对准了岘港。1858年，法军在拿破仑3世的命令下登陆，岘港成为了法国殖民越南的起点，城市的命运再次被外部强权改写。时光流转至越南战争，1965年，美军在岘港登陆，为当时的南越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基地，公路通讯设施也都同时大规模兴建，机场一度成为全国最繁忙的空港之一。拥有了这些基础设施的岘港才会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到了2025年的今天，阮伯钦市长留下的遗产让岘港变成了一个繁华的都市。昔日的荣光之下，新的阴影正在蔓延。今天的岘港对旅游业的依赖似乎达到了极致，餐馆遍地，酒店林立，但是旅游淡季到来，街头巷尾却弥漫着一时等待的焦虑。即使如此，新的酒店依然在拔地而起。有人开始把岘港比作越南的委内瑞拉，一个曾经因单一资源石油而暴富、依赖而衰落的国家。2024年的数据显示，服务业已经占据岘港经济的 70% 以上，而在岘港曾经辉煌的工业，如今萎缩到仅占 18%。卖土地赚快钱的轻松，似乎让当地政府对发展极为艰辛的工业失去了耐心。旅游业本质上就是一个开天吃饭的行业，非常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波动的影响。当别的地方经济繁荣，游客才有闲钱过来消费。说的不好听，就是一个吃残羹剩饭的行业。这种单一的经济支柱已经让岘港的 GDP 排名从早年越南的前5名滑落至了如今的前20名了。与岘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部的海防。我之前有一部影片介绍那里的街道和城市面貌比岘港差了很多，
但是他们更加看重长远的发展，而不是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过去的10年，海防的人口都稳定在200万左右，经济却在持续增长，这背后是持续的产业升级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海防这座城市在展现出成为越南制造业中心的巨大潜力，未来甚至可能反过来虹吸包括岘港在内的城市的人才。反观岘港的现在，工厂的许多零部件依然要从遥远的北方或者南方调运，高昂的物流时间与人情成本让本地的制造业举步维艰，而当地工人的整体素质和拼搏精神似乎也因为过去相对的安逸的福利环境而显得那么的不突出。有很多工厂都觉得岘港人是有一点懒的，阮伯钦时代种下的因是否也结出了今天的果呢？尽管如此，岘港为游客提供的旅游体验依然非常的出色，1年1度的国际烟火表演还将两岸多点齐放，人潮又疏导得非常得当，即使临近5月到达也能找到不错的观赏点。阮伯钦市长精心打造的城市对游客无疑是友好的，但是游客的新鲜度过后，自然会想去周边的其他城市看一下。岘港在吸引游客的同时，也在无形中为周边的比如归仁市这样的地方做免费的广告，培养潜在的竞争对手。毕竟像我已经去过岘港3次了，不可能一直都去岘港了。如果把所有的产业都压注在旅游业，最后会变成非常的被动。但是岘港在工业方面已经落后的太多了，基于在这里的美好旅游体验，会希望他们可以在未来找到新的突破口，不想岘港变成那种一出机场就有几十个人围过来等饭吃的那种城市。岘港是我在越南旅游体验最好的城市之一，这里的出租车司机都是笑嘻嘻的，还会主动帮你拿行李。如果你先到岘港再去胡志明，就会发现那边的态度要差很多，好像生活压力会更加大一点。不过岘港如果你不去巴拿山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就是在江边散步还有喝咖啡。这里就不大可能在海边游泳或者散步，因为风非常的大，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美军要选择在这里登陆的原因。这里最出名的小吃是广南面，可以说是一种用鸡汤调味的凉拌粉。在龙桥夜市还有人卖那种冰冻的龙虾，应该都是不新鲜的，但是非常的便宜。他们是按照大小来定价的，大概最低$20就有一个套餐吧。我没有敢尝试，怕拉肚子，但吃的人也不少。然后这里几乎每家酒店都有天顶的酒吧，在上面看焰火非常的舒服。这里最热门的天顶酒吧应该是韩江诺富特酒店的 Sky 36。另外，如果是过春节的话，有一些酒店会有舞狮子的表演，比如我住的这一家福朋喜来登酒店，